瓦格纳在线，这是要重新进军莫斯科。11月初，爱沙尼亚在纳尔瓦河上发现了俄军的一艘船，本来没什么，小船没有威慑力，但重点是这艘船悬挂着瓦格纳的旗帜，这就有点懵了。瓦格纳不是早就没了，怎么又来到北约家门口晃悠？对此，爱沙尼亚给出了一个解释：瓦格纳已控制了俄军的边防部队，要从圣彼得堡进军莫斯科。这件事到底是什么情况？瓦格纳还有没有能力重新进军莫斯科，进行清军策 2.0？ 莫斯科和北约在波罗的海掰手腕的剧情又升级了，而且是往剧本都写不出来的方向在狂奔。11月2日，爱沙尼亚在纳尔瓦河上发现了一艘悬挂瓦格纳旗帜的俄罗斯船只。爱沙尼亚公共广播公司报道，这艘船的正经身份属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边境巡逻队，一个国家的正规军纪律部队，挂着一个非正规以叛乱的雇佣兵旗帜。火力军只能说这画面太魔幻了。至于俄罗斯的目的是什么，最直接最明显的就是威慑北约。纳尔瓦河这地方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河流，这是俄罗斯和爱沙尼亚的边界。河对岸的爱沙尼亚属于北约和欧盟的铁杆成员，这艘俄罗斯巡逻艇就在靠近爱沙尼亚城市纳尔瓦的河道上行驶，船身上海岸警卫队的标记以及桅杆上那面瓦格纳的骷髅旗清晰可见。在欧洲媒体的剧本里，纳尔瓦是下一个潜在的冲突爆发点，或俄罗斯的潜在目标，所以俄罗斯直接派人演习，还带着瓦格纳这个超级 buff。 而且最近这段时间俄罗斯做了什么就不用火力军多说了吧。2025年下半年，俄军的飞机和潜艇已经数次进入北约的势力范围，并遭到了后者的驱逐。热点地区就是爱沙尼亚所在的波罗的海。在9月19日，俄罗斯3架米格31侵犯了爱沙尼亚的领空之后，盟军在爱沙尼亚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附近也击落了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火力军估计，克里姆林宫的主要目的就是进行一次心理挑衅，通过公然使用瓦格纳这个与不稳定、战争罪和混乱绑定的符号，在北约的东翼，特别是波罗的海3国制造安全担忧，制造不确定性。大家想象一下，你家隔壁住着一个壮汉，本来你就挺怕他的，现在这个壮汉不仅在门口舞刀弄枪，还穿上了一件写着我疯起来自己都打的 T 恤，你怕不怕？要是火力军的话，直接就打电话报警了。对于俄罗斯来说，这是一种成本极低但视觉冲击力和心理影响力极强的恶作剧，不得不说很有创意。顺带一提，通过这种在边缘蹭蹭不进去的行为，克里姆林宫能够评估北约在不触发第5条款的情况下，对于这种触及领土边界的象征性动作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是会紧急增兵，还是会开会，又或者是采取实际行动。从这个角度看，爱沙尼亚的反应算是教科书级别的，他们经过了深思熟虑，避免了过度反应，没有立即提高戒备等级，也没有立即要求北约盟友增援。你一激动就等于落入了俄罗斯的圈套，所以爱沙尼亚选择了外交嘲讽和舆论反击，把这个烫手山芋扔给了莫斯科。爱沙尼亚外交部立刻喊话俄罗斯外交部，赶紧给个解释。官员们也没闲着，公开嘲讽。俄罗斯那个所谓的铁一般的系统，在乌俄战争和美欧压力的双重打击下，已经正在破裂。爱沙尼亚外交部可没光动嘴，直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瓦格纳可能已经吞并了俄罗斯的边防部门。难道瓦格纳又要进军莫斯科了吗？这次是从圣彼得堡开始。潜台词就是，你们的边防军是被雇佣兵给收编了吗？莫斯科的外交部是不是已经被架空了，连边境上发生什么都不知道？不过火力军很好奇，在2023年的兵变之后，瓦格纳就4分5裂。到2025年11月，他还有实力重新进军莫斯科吗？想要了解这个问题，要先知道瓦格纳当前的部署与实力。巅峰时期的瓦格纳实力相当强，士兵超过4万，编列为常规突击部队、特种部队和炮兵部队，能进监狱招募士兵。监狱局还调动专车帮忙把人送到瓦格纳驻地。普里戈金还能登上俄空天军的苏24，轰炸巴赫穆特，甚至还下战书，希望驾驶米格29和泽连斯基来一场空中决斗。这个时候的普里戈金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飞机上挂掉。2023年6月，瓦格纳发动兵变，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拿下了罗斯托夫等地，控制了俄罗斯的南部军区总部，然后一路北伐，高调扬言要打进莫斯科，口号就是清军策，矛头直指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和前国防部长绍伊古，
然而这场大战在距离莫斯科一步之遥的地方戛然而止，不到24小时，普里戈金宣布罢兵，终究是难成大器。这之后的剧本大家就很熟悉了，普里戈金得到了白俄罗斯所谓的庇护，但仅仅2个月后，他就乘坐私人飞机在特维尔州神秘坠亡。在本次兵败事变之后，瓦格纳就凉了，克里姆林宫立刻对瓦格纳资产进行集中控制和整合，这个过程火力军总结为五马分尸。叛乱结束后，俄罗斯国防部迅速提出了收编方案，未参与叛乱的可直接签署正规军合同，参与叛乱的需接受背景审查后编入国民警卫队。约 1.2 万名瓦格纳核心成员选择加入俄军，其中最精锐的步兵单位被整建制划入维克托·佐洛托夫，也就是普京前保镖，国民警卫队总司令的麾下，成为其旗下一个独立的军事单位，整体架构和运作模式保持不变。更换了领导层后，这些士兵保留了原有的作战经验，却失去了瓦格纳标志性的黑色制服以及独立指挥体系。考虑到国民禁卫军是独立于军队之外的武装力量，直接听命于总统本人，也就是说，这批瓦格纳士兵直接听从普京的调遣。值得注意的是，俄军对瓦格纳的收编并非全盘接收，克里姆林宫的核心化处理手段玩得非常溜。普里戈金的亲信与核心管理层被排除在外，部分因拒绝签署合同而选择退役的士兵，每人领取了约500万卢布的遣散费。这种处理既保留了宝贵的战斗力，又从根源上消除了潜在的指挥风险。还有一些残余力量找到了新老板，也就是被车臣招募。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曾透露，阿赫马特特种部队已经收编了至少170名前瓦格纳成员，并且招募还在继续。卡德罗夫呼吁所有瓦格纳士兵加入其中，继续为国家战斗。火力军得说，阿赫马特名义上隶属俄罗斯国民禁卫军，但实际掌控权在卡德罗夫手里，指挥层绝大多数是车臣人，经费也由车臣负责。与其说这是俄罗斯的军队，倒不如说是卡德罗夫的私兵。也有一些人留在了白俄罗斯。根据卢卡申科斡旋的协议，普里戈金当初带领了约8000名亲信转移至白俄罗斯。这支流亡部队在明斯克附近建立了训练营，表面上是协助白俄军队训练，实则成为俄罗斯制衡北约的隐性力量。不过白俄陆军才 4.35 万人，瓦格纳部队被限制在指定区域活动，重武器也需要存放在俄军控制的仓库中。到了2025年，白俄罗斯对俄罗斯的国防态势也发生了显著转变。现在的焦点已经不是这几千瓦格纳残兵了，重点是部署先进的战略军事资产，特别是俄罗斯的针数导弹。这种高风险的部署将白俄罗斯的战略价值从一个安全缓冲区直接提升为瞄准北约的前沿战略导弹基地。克里姆林宫优先考虑的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威慑，并非独立代理部队在近邻地区的运用。在针数这种国之重器面前，任何在白俄罗斯的残余独立瓦格纳存在，无论是人员还是后勤，都已微不足道，完全被俄罗斯的国家战略所掩盖。在普里戈金兵变失败后，也有一部分瓦格纳士兵在普里戈金之子帕维尔·普里戈金的指挥下，逐步转移至非洲，继续扛起瓦格纳的大旗，开展海外业务的同时，继续为俄罗斯的海外利益服务。这里需要补充一点，瓦格纳原本在这些地方是有业务的，而且还不少。普里戈金虽然死了，但这些地方仍由普里戈金家族掌握。严格意义上来说，现在仍在非洲跟着普里戈金小儿子混的这批瓦格纳，才可以算作真正剩下的瓦格纳。2024年6月，帕维尔在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为普里戈金举行了纪念仪式，现场摆放的瓦格纳旗帜和普里戈金照片，暗示这支武装仍以普里戈金遗产自居。而俄罗斯官方对此采取默许态度，只要不涉足国内政治，瓦格纳在非洲的商业军事活动可继续进行。不过这改变不了瓦格纳已经消失的事实。在兵变之前，瓦格纳通过控制中非共和国金矿、马里钻石矿等资源，年收益超10亿美元。叛乱结束后，约2万名瓦格纳士兵转战非洲，在马里、布基纳法索等地继续为当地政府提供安保服务，并深度参与资源开采。在北非的利比亚，据报道，当地的瓦格纳特遣队估计约800至1200人，已在2024年之前完成重新挂旗，改名为非洲军团，在俄罗斯国防部的管辖下运作。不过这个过渡并不顺利，甚至充满了紧张。以中非共和国为例，中非当局就公开表达过，他们更偏好原汁原味的自主的瓦格纳。原因很简单，原本瓦格纳的战斗表现卓越，熟悉当地情况，接受资源换安全的模式，比如用黄金、油、铁等战略资源来支付服务费用。
这避免了耗尽中非共和国本就捉襟见肘的国库。相比之下，隶属于俄罗斯国防部的非洲军团向中非首都施压，要求他们完全转向非洲军团，必须以现金支付服务费用。这就很尴尬了，非洲军团的存在揭示了一个关键的运营困境。俄罗斯国防部虽然获得了集中监督权以及更高的现金收入控制权，但他们可能牺牲了瓦格纳在非传统战区最被看重的东西：灵活性、当地信任以及务实的支付模式。如果非洲军团的效率不及前瓦格纳部队，可能会削弱俄罗斯在当地的影响力。聊到这儿，答案其实已经很明显了，指望瓦格纳进军莫斯科纯属想多了。克里姆林宫无法容忍一个能够挑战国家指挥结构的自主军事行为者存在。2023年8月后的战略目标不仅是控制瓦格纳，还是消除一个能够产生平衡权力中心的独立集团。瓦格纳已经死亡了，领导层被干掉，部队被五马分尸，资产被收归国有，已经失去了挑战克里姆林宫的能力。那么纳尔瓦河上的瓦格纳旗帜到底是什么意思？虽然爱沙尼亚认为这一事件证实俄罗斯铁一般系统正在破裂，但火力军认为俄罗斯国防部能够命令 FSB 的船只执行如此明确的挑衅行为，这本身就与彻底失去控制的看法相矛盾。准确来说，这标志着一种战略演变。在普里戈金时代，瓦格纳这个符号是给俄罗斯的海外军事行动提供合理否认性。别人问起来，克里姆林宫能直接甩锅，不是我干的，是雇佣兵干的。在2025年11月，在纳尔瓦河事件中，这个符号的部署发生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官方船只上。这种直接联系削弱了任何否认的可能性，直接将瓦格纳与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机构联系在一起。这种策略的演变表明，莫斯科花费了2年的时间，已经成功吸收了瓦格纳力量。瓦格纳已成为俄罗斯国家控制下的一种影响投射工具。所以这件事不是瓦格纳控制了联邦安全局，而是联邦安全局在 cosplay 瓦格纳，用一个低成本的动作投射出最大的威胁感。事情说到这儿还没完，就在眼下，瓦格纳又有了新的动向。根据法兰克福汇报网站的报道，在此之前，瓦格纳集团宣布将从马里撤军。该组织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已经完成任务，即将返回祖国。这个时间点和背景正是美国斡旋乌俄停战受挫，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空军基地和铁路发动一系列袭击，给俄罗斯造成了重大损失。乌俄第2轮停战谈判失败，普京发誓要对乌克兰的系列袭击采取回应。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瓦格纳宣布从非洲大本营马里返回祖国俄罗斯。这预示着这支战斗力强悍的瓦格纳集团将在接下来的乌俄战争中再次成为战场上的焦点。这也正常，面对乌克兰这段时期对俄罗斯铁路、列车、克里米亚大桥、空军基地的成功袭击，火力军想，普京的定力再怎么强也不会气定神闲。所以这面在纳尔瓦河上飘荡的瓦格纳旗帜是一个系统破裂的信号，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王者归来的预告片？火力军估计答案很快就要揭晓。当然，就当前的战场情况来看，即使瓦格纳重返战场也无法发挥太大的作用。2023年的瓦格纳以其不计伤亡的强力突击战术而闻名，如果将这种力量投入到红军村攻坚战中，可能会在短期内撕开乌军防线，加快推进速度，就像他们在巴赫穆特做的那样。只是俄军当前对红军村的进攻是由俄罗斯正规军指挥，超过10万人的大规模协同战役，瓦格纳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其独立性。如果一支独立的不受节制的武装力量在红军村取得成功，就会对克里姆林宫和俄军正规军的权威构成2023年时的那种威胁。在经历兵变之后，俄罗斯的军事指挥层绝不会允许一个独立的有风险的武装集团出现，而且归根结底，瓦格纳已经消失，现在有的只是俄罗斯的正规军，战力如何，大家可想而知。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瓦格纳旗帜再现意味着什么？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1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
这种宝藏 T 恤手漫无，赶紧去抢。